今天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川普的毒枭斩首大胜利。我们要来看到是墨西哥，等一下会来介绍这位号称金发男倒下，导致现在墨西哥自己的内部呢暴乱四起，美国打毒品的战争现在全面升级。好，赶快来看到，虽然川普的关税战踢到铁板，但是呢，是否在打击毒品战场上面传出的好消息，墨西哥的头号毒枭呢被这个军政府给袭击身亡。他是谁呢？他是欧塞奎拉，墨西哥的头号毒枭男，外号金发男，遭到墨西哥军方斩首行动，重伤不治，最后是身亡。那墨西哥的国防部也不讳言坦诚说，这当中有美国特别来提供辅助性的情资，所以这个斩首才可以胜利。美国国防部也持续的补充，他说确实啊，因为呢，在他们去年的时候有组成一个打击毒枭的一个派遣的特遣部队，成为这一次成功的最大幕后推手。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看到这一位大毒枭倒下之后，现在墨西哥的暴乱四起哦，犯罪组织就是跟这位有关的这些犯罪组织，现在正在展开大规模的这个报复行动，而且遍及到了墨西哥里面8个州都在发生暴乱。现在呢，美国跟加拿大其实也蛮紧张的，他们呼吁公民赶快进行避难，直到暴动状况完全的解除，因为现在整体的暴动都还在大规模的进行当中。这一位大毒枭被拿下，是川普打击毒品的大胜利吗？但是这样做就能解决美国现在内部毒品问题吗？委员怎么看？川普在委内瑞拉跟这一次的墨西哥的行动都是成功的，对于他未来的恢复声望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说要靠把这个大毒枭金发男一下子处理掉的话，就能够解决毒品问题，那也太乐观了，因为在墨西哥、在哥伦比亚，他们的毒枭集团已经等于是一个游击队政权那么大了，要处理这样的一个大毒枭，全世界已经只有一个方法有效。就是杜特地战略方案。杜特地是怎么干呢？反正授权警察、军队，只要在任何场合看到有人贩毒，立刻开枪击毙。对，只有这个办法。菲律宾为什么这个整个毒品问题大幅下降？就是这个办法。据说他总共杀了几万个那个毒枭大毒枭、小毒枭。那小毒枭被杀光了以后你大毒枭也不敢卖，都躲起来了，跑路了那现在墨西哥也只有这个方法能够解决。那现在说很多毒枭，毒枭黑帮都滚在一起嘛。他们因为这个大毒枭被杀了以后呢，其他的这个小毒枭、中毒枭跑起来，在各个城市里面造反什么烧公共设施攻击这个东西。你又不是没军队对不对？你军队开出来，通通把它干掉就好了嘛。就是你对这种毒枭集团绝对不能把它当人，要把它当牲畜。来处理，你国家才会太平嘛。像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很惨烈的，因为大毒枭是英国军队你要打不过他就吃瘪了。是，所以对毒枭集团是要不能用人性的考虑来处理。那美国自己内部他川普又没有这个法律授权，可以叫警察直接对毒枭开枪，他对非法移民开枪是错的老百姓不能接受。可是你对毒枭开枪，是你美国很多的警察不敢做的事这是现在问题了。那你这个 OK 了，我看过他的那个纪录片，超有趣的。这个人毒枭还能够当警察，警察又变成大毒枭。对，这个墨西哥这个政府体制是真的有问题那还好了，现在这个墨西哥总统过去跟毒枭没什么特别的来往，然后也愿意配合美国，所以看能不能从这个开始，至少是个好的开始。对川普也有声望，然后一步一步川普如果不要把什么 ICE 拿去搞那个什么非法移民，杀死人你在美国杀死毒枭，你搞不好声望更高。对，好，这个打倒这个金发男毒枭，对于川普的声望有所帮助。那对于墨西哥当地的毒品犯罪减少又有多少呢？等一下请吕舰长带我们看。刚委员特别提到这个金发男的背景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因为其实他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一个残暴大毒枭。他出生的时候是在墨西哥山区一个贫困的村庄里面，那年少时候帮助家里面务农，成年之后他到美国去发展，结果在这边涉毒被捕服刑，出狱后就被美国赶回到墨西哥
结果呢，他竟然后面如委员说了，成为警察。加入警察之后，他后来离开警界，又加入了贩毒组织，最后他自立门户。在此刻开始，他开始贩卖人口、强迫劳动，并且向美国贩售芬太尼，成为川普的头号目标。那时候，美国政府曾经悬赏1500万美元，就是只要掌握到他的行踪。那他做事情也非常的心狠手辣。2015年军方追捕他失败之后，他就指挥他的手下杀害了24名的警察，公然挑衅墨西哥政府。现在他倒下了，对于墨西哥整体在毒品安全上面有没有所提升？舰长怎么看？其实如果我们来看美国所发布的这个2026的国家防卫战略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就讲到其实他要打击任何藏匿的毒品恐怖分子，他其实把毒品跟恐怖分子是划为等号的那但是我们这样讲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在墨西哥各个城市所发生的大规模暴乱除了刚刚讲到说有关于报复这个政府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夺权也就是老大已经被干掉了，那谁是老大呢？那大家来耍狠，那最狠的就是老大嘛。那但是真正这个方法就可以解决美国的毒品问题吗？这个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这个也就是价格是由供应跟需求双方决定的。现在没有供应了，但是需求还是维持，价格也就会上涨。那价格上涨的时候，那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江山代有才人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如果这个美国边境到底的毒品，他们都是经由墨西哥的，这个是陆路的部分其实还有海路的部分，这个也就是当初川普集成各个的这种快艇，甚至还有半潜船，那个潜艇其实它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帆罩，但是一样被美国的 Coast Guard 一样逮捕。那其实我们就讲到说，美国如果真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打墨西哥，或者是不是去打这一些海上的毒贩，真正的解决方法就是你如何让这一个对于毒品的需求减少，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好，所以那接下来川普打击了这个重要的毒枭之后，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其实大家也在持续的关注下一个国家，他会不会要打的就是其他的南美洲国家呢？尤其是哥伦比亚。我们也稍微回顾他最近川普的动作，也就是打击毒枭的动作。先是墨西哥，然后精准的给他们情报，打击了这个金发男。那先前还有委内瑞拉，川普出动了包括了航母 F-35战机，然后击传了他们的运毒船，135人因此丧生。现在大家在看说是不是就是哥伦比亚成为下一个川普要整治的对象？尤其他先前曾经呛过哥伦比亚的总统裴佐，说他掌控了古柯碱工厂是大毒枭。那裴佐回呛他是诽谤，结果呢，双方隔空互呛了好几个月。戏剧性的反转是在2月初的时候，裴佐访问白宫，两人后来变成盟友，还一起打击哥伦比亚的毒枭。接下来的下一个目标，毒品战争会是在哥伦比亚吗？那这个会成为接下来川普的一个重要外交利器吗？杨老师有怎么看？我如果是川普的国安顾问当然希望不要太早被他给 fire 掉。我会建议他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在关税战上面受到了挫折，在国内的司法判决上、民意支持上，在未来的国会的竞争上，你就必须要在对外的政策上采取强硬的作为。所以你对伊朗要强硬，你对这个毒品战争要更强硬。因为毒品战争怎么做，就一定会有吸引效果。所以一方面可以转移焦点，另外一方面展现出你在对外事务上你这种硬汉的角色。那同时呢，再回到那个关税战上面去表现出，其实我是在支持，在对美国经济有帮助的作为。毒品战争当然你会发现到，它会对中南美洲的外交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因为大部分的中南美洲的国家都要不然是生产毒品，要不然就是入境国。所以呢，这个国家在就是很强硬的毒品战争情况之下呢，尤其在这一次墨西哥它取得了这个成效，我觉得大家都会稍微更加的谨慎的面对美国的压力。
那第二个呢，他会对反移民的作为一定会加强，因为他一定可以把反移民的作为当中跟这个毒品的就是运送的途径去做牵连，跟毒枭团体去做这个结合，他一定会这么做哦。然后呢，来去冲淡就是说反移民过程当中一些执行上面产生的一些人道的这些质疑啊，因为民主党一定会把这个事情给扩大，所以呢，你要把反毒战争跟反移民啊要去做一个结合。那这个时候呢，你的 MAGA 的支持者就会回来支持你啊，因为大家对这个关税的东西，或者是对经济股市的东西，一般的支持者并不是感受这么直接。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他如果接下来持续把毒品战争、反移民战争跟外交这3个层面，甚至对伊朗跟的强硬政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他可能在年底之前能够扳回一城的机会。